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将卫星电话扔给了雷纳德，雷纳德连忙接过了电话，按下了号码。他害怕我多想，还特意按下了免提。电话很快接通了，是阿曼达吗？爸爸，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立刻把公司的所有技术复制到一个主机里，派飞机送到末日方舟号上来，越快越好。父亲大人，您是被绑架了是吧？你问这些干什么？立刻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装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确实被绑架了，多少年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绑匪先生，我不知道你需要多少赎金，但是如果你杀掉了雷纳德，我就付你双倍的赎金，我说到做到。完成之后打我这个电话就行。喂，畜生，养不熟的白眼狼，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捡回来当做继承人培养，就应该让你冻死在街头。父慈女孝了，雷纳德先生，看来你身边的那些人显然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听话。那么失去了联合制药董事长的身份，你还有什么价值呢？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如果想不出来的话，我不介意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海水的温度。千万别，我有很多底牌，我留了很多后手，就是为了防备被人篡位。不过这些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只对我一个人说？这些人都不能听吗？难道他们不是你最亲近的手下？阿曼达肯定在我身边安插了他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通风报信，所以最好的话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听到雷纳德的话，那些人吓得两腿战战，有的甚至直接坐到了地上。我想了想，直接拒绝了雷纳德的提议，把他们关到仓库去，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触。自走机械立刻将这些人捆了起来，拖下去了。好了，雷纳德先生，现在没有其他人了，有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说了吧？自从我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董事会里的那些人越来越不安分了。为了预防万一，我特意将一部分重要的物资和技术储存到了几个我亲信掌握的核心实验室里。恰好80海里之外，那边有个半岛，上面的实验室就是其中的一。那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如果价值不高的话，可不值得我跑一趟。没想到那个被我放在后面的实验室里居然有好东西，早知道就不先去什么恶魔岛，先去抢那个半岛上的实验室了。永生药剂。永生？没错，就是永生药剂。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瞒着你了。其实这一次我带着舰队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这个永生药剂。药剂已经完成了临床试验，效果良好。我就是来注射药剂的，只要注射了药剂，我就能恢复青春，获得诸神都垂涎的生命。我将会成为新时代的开创者。那个药剂准备了很多，足够用了，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给我留下一支就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从阿曼达的命令。我执掌公司几十年，终于我的人和部下还是不少的，有他们帮忙，你想要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放心吧，我说过，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赎金，我可以释放了你。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会，等到了半岛再说。我说着，命令自走机械放出了一部分船员，开动着伊阿华号战列舰，向着半岛方向开去。3个多小时之后，伊阿华级战列舰缓缓地停靠在了码头上，因为之前和半岛实验室的负责人通过了电话。此时，半岛实验室的负责人已经带着大队人马站在码头上迎接。此时，天光已经微微放亮，马上就要迎来新的一天。船只停稳，搭上舷梯，还没等雷纳德走下舷梯，一大群自走机械就从船上跳了下去，举着手中的加特林，迅速控制住了在场中的所有的人。董事长，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啊。他是这里的负责人史瑞克，您看是不是可以放出来？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在场才比较好办。既然是这里的负责人，那就放了吧。自走机械将史瑞克松开，不过仍然举着加特林跟在史瑞克的身后。如果史瑞克胆敢有什么异动，就会被当场击杀。董事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去密室。我就是为了那个东西来的。跟我这边来。史瑞克引领着雷纳德进入了实验室之中。史瑞克带着雷纳德左拐右拐，进入了一间没有门牌的房间之内。随后在墙上摸了一把，墙壁缓缓打开，露出了一个保险箱。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金属手提箱，放在了桌面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摆放着12支散发着金光的药剂。董事长，这就是我们的成果，永生药剂，只要注射1支就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再也不会被病痛和死亡缠绕，甚至还能重获青春。真的吗？在一旁的我也拿起了一支药剂端详了起来，但金色的药剂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点点星光，卖相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服用后根据身体素质延长30%到100%的寿命极限，一定程度上使使用者的体能恢复到巅峰时期，有75%概率使使用者获得一种超自然能力。看起来效果不错，虽然还达不到永生的水平，而且75%概率获得超自然能力的几率实在是不低了。永生药剂半成品，服用后15%概率延长7%到25%寿命极限，52%概率身体基因崩溃而死，22%概率感染阿尔法病毒，75%概率身体发生变异，包括但不限于长出鳞片、毛发增长变色、骨骼变异、器官变异、因器官基因变异导致掌握真正超自然能力概率不足0.1%。这东西明显是实验室赶工出来的半成品，实际效果明显没有史瑞克吹嘘的那么好，或者说是史瑞克知道这药剂的实际效果。我手里把玩着药剂，抬头望向史瑞克，发现他的眼神飘忽不定，隐隐有着挣扎的神色。当史瑞克发现我盯着他看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抹慌乱，眼神也变得躲闪起来。这个实验室也是有些问题啊，看来这个联合制药也不是铁板一块，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啊。此时雷纳德则一脸兴奋地看着手中的药剂，一副狂热的神色。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下药剂，获得永恒的生命。不过他的余光瞥到了我，瞬间想起自己此时的状况，便将心中的喜悦压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向着我问道：阁下要不要先尝尝？如果您要是喜欢，只要给我留下一支就可以了，剩下的您尽可以拿走。看到雷纳德的样子，史瑞克不由得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想到雷纳德居然对这个面貌平平的年轻人这番态度。看来史瑞克教授对自己的药剂很有信心啊。当然，既然这样效果这么好，那就请史瑞克先生亲身试验一下药效。